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没给大家分享家居日常的视频了。我看很多观众朋友们留言说的，想看看家居日常的一些视频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已婚男人的独立房间是什么样的啊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房间是什么样的。那 OK， 咱们在分享我的这个房间之前呢，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啊。我们先从进门的地方开始啊。那么看过我装修日记系列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啊，然后我们家装修的整个过程我也都有详细的记录啊。然后我现在已经住进来有1年半的时间了啊，带大家再走一遍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看看家里面有没有多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少一些什么东西啊。这就是客厅了，客厅。这个角度看一下啊。沙发上多了新的沙发垫，然后这边就是餐厅和厨房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多了一些小东西吧，可能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多了一些。然后来看一下刘萌萌的房间，刘萌的房间是不是比以前要乱一些？这是他平时在这活动的房间啊，然后这个小帐篷是他睡午觉的小帐篷，然后这个帐篷已经折了啊，这个房顶已经折了，然后那些箱子都是他装玩具的，堆玩具的箱子。然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然后就是咱们的卫生间，咱们的卫生间还是老样子。还是一样，多了一些零碎的小东西。就是房子住的久了，这个小东西、零零碎碎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，你得经常的去收拾啊。然后就是咱们的主卧啊，主卧。那这个主卧呢，并不是我的房间啊。咱们视频的开头也说了，我不住在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主要是刘萌萌跟她的妈妈在这住。你看，可以看到那个卫生间里面有一个小板凳，那就是刘萌萌，她会站在那个上面，每天洗漱的时候会站在上面。然后这个房间多了个什么呢？新添置了一个空气加湿器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空气比较干燥，所以新加了个空气加湿器。然后这个房间还多了一个什么呢？看到没？壁挂式新风机啊，这也是彩装的。后期我也会做视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就到今天的重点了，来介绍一下我的房间。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给大家看一下全景。为什么说这是我的房间呢？就因为我自从搬到这个房子1年多，一直都是一个人住这间房，所以这个房间是我的独立的房间。我不光是在这里办公娱乐，我还睡在这里啊！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睡在这里的。之前我在分享很多家居类视频的时候，很多观众也在问我，你为什么要跟你老婆分房睡呀？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，这个事情。所以今天就刚好借拍这个视频啊，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。就为什么你要分房睡？我相信很多已婚的夫妇都分房睡，就是也不在一起睡。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，因为有了孩子嘛，我老婆经常要陪着孩子一起睡。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母亲带着孩子睡，然后我就一直是到处找地方凑合睡。那搬了这个房子之后呢，我就有了固定的房间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这睡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老婆她有的时候嫌我吵，就是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喜欢刷手机啊。虽然我不打呼噜啊，但是我喜欢刷手机啊。刷手机她又嫌有声音啊，然后她又嫌这个屏幕太亮了，睡不着啊，怎么反正就是互相有干扰吧。然后就导致现在我们一直分房睡。刘萌萌上小学1年级以后，就是6岁以后，我们会给她的房间安好床，安好书桌，然后上小学1年级开始啊，就要培养刘萌萌一个人睡了啊。那个时候看我能不能再回去啊，看我还能不能再回得去啊，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。毕竟长时间的分房睡，可能对这个感情也不是特别的好，对吧？大家觉得是这样吗？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，刘萌，
以后你住你自己的房间，我跟妈妈睡那个房间。不要，妈妈说永远都不会跟我分开的。你被抛弃了。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分房睡的优点啊。其实分房睡它也是有优点的。这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人，你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，你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或者需要一个人干点什么事情，那你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那确实非常的爽啊。像我呢，在这个房间每天晚上啊门一关，可以干一点自己的事情啊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我的这个房间有哪些好玩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睡觉的床，其实它是隐藏在里面的。我平常的时候是不把它翻起来的，今天只是拍个视频，所以把它收起来。收起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收起来之后这一块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啊，你在这块可以干很多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拿下来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床就放下来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平常这个房间的状态就一直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床就一直是放下来的状态啊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车车了没？这个小车车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这是我的露营装备啊。最近看我视频的人应该很眼熟这些装备吧，垫子、睡袋，还有这个箱子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户外用品啊。我最近不是喜欢上了露营嘛，喜欢上了车中泊，然后这一套装备呢就放在这里。现在它就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，就是待出发的一个状态。就比方说我有时间，我哪天可以出去露营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小车车一拉到楼下，把装备往车上一放，那我就可以去露营，随时出发啊！这个小车车就是。好，然后咱们再来看我的书桌。我的书桌也比较简单啊，然后椅子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椅子，这个是我老婆的化妆椅，然后拿过来我先凑合坐一下。书桌看一下，这个上面都是一些包装盒，是我的一些摄影器材的包装盒，就是这些柜子里都放着一些零碎的东西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这就是我的书桌，我平时坐在这里剪视频娱乐的这么一个书桌。其实我的桌面非常的简单，就是4块屏，一个 MacBook， 一个显示器，还有一个这个轻屏的空气检测仪啊。然后就是我的手机，这个笔记本是这一个2015款的，主要就是我用来剪辑影片用的。然后要重点介绍的呢，就是这一款明基的 EW2780U 的这款显示器啊。这款显示器它是一个 4K 的显示器啊。那么这款显示器的这个面板采用的是 IPS 面板啊，它的 4K 分辨率呢是3840×2160，它是一个27寸的这么一个尺寸。尤其是像那种做平面设计的朋友，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做视频的朋友，分辨率非常的重要。你的分辨率越大，在你的这个屏幕上铺开的窗口就会越多，然后时间线就会越长，这样你就可以更直观的去操作。像我现在这个窗口就是一个剪辑的窗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可以拉得非常的长，这一个小窗的这个分辨率就能达到1080p，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小窗可以预览素材，就非常的好用。如果你是一个视频的从业人员，你用了 4K 屏之后，你就再也用不回这个1080p 的分辨率了。然后这款显示器呢还支持 HDR 啊，现在是 HDR 关闭的模式啊 ，HDR 一打开就感觉颜色好了不少。那当然了，也是有要求的，你拍摄的素材必须得是 HDR， 或者你播放的影片是 HDR 的格式，或者说你打游戏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游戏是支持 HDR 的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显示的效果会非常的震撼。这款显示器还是有内置音响的啊，它这两边的底下各有一个扬声器啊。虽然说这个音质啊肯定是不如那种大的音响，但是这种方式呢就是比较便携，你可以少带一个音响。就比方说我之前带着它出去露营，那么你就可以不用专门带个音响了，直接就有声音有图像了，就非常的方便。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它这一块
它是一个感光的元器件啊，就是它可以通过你房间的这个亮度来自动调节屏幕的亮度，就跟手机的这个自动调节亮度的功能是一样的啊。我之前用的也是一款 4K 的显示器，但是它不带 HDR。那么我也把这2台显示器放在一起，然后播放同样的影片。测试下来呢，那这款明基的显示器呢，开启 HDR 之后，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，色彩是非常的艳丽的，看上去也特别真实。HDR 的模式下，它可以让高光更亮，阴影的细节更丰富，看上去呢就更接近于人眼看到的这个效果。我平常除了拿这个屏幕来剪辑视频以外呢，还会拿这个屏幕来玩游戏啊。我这个里面有一台 PS4 啊。有的时候晚上会偷偷的起来玩上2把，所以说呢，这款显示器它既可以满足我的工作，又可以满足我的娱乐，是一个功能比较丰富的显示器。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桌面的第3块屏幕，轻屏的空气检测仪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，是我才入手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说它是一块屏呢？看，丝般顺滑。它可以检测你房间的各项的数值啊 ，PM2.5、TVOC、温度、这个二氧化碳、湿度。现在我房子的这个空气就不是特别好，二氧化碳有点高了，得开窗。它是一个智能的设备啊，它是可以跟你家智能的电器进行联动的，比方说智能加湿器、智能的新风机，它相当于是一个中枢大脑，它来控制这些智能单元。比方说空气不好了，打开；空气好了就关闭。它还支持这个手机的 APP 啊，我们可以看这个趋势啊，非常的好用。好了，桌面介绍完了，再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外面，阳台外面。这个我的这个房间是可以通向阳台的，这是我们家的私人阳台。啊，这边都是我堆的一些杂物，就是咱们在房子里用电脑呀，时间比较久了，需要出来透透气啊，通通风，出来活动一下，然后我就会走到这个阳台上来，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。好了，带大家参观完了，大家觉得已婚男人的独立房间怎么样呢？或者说，如果你拥有你自己的独立的房间，你会在这个房间里布置些什么东西呢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讨论啊。或者说，如果你也是已婚人士啊，你会跟你的老婆分房睡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啊。本期的视频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